大家好，有关注我们脸书动态的朋友可能会觉得之前我们好一阵子没有发有关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也就是三貂岭自行车道的文。其实不是我们不再关注，这段日子不仅去过很多次，也跟不少朋友交换意见。我们为了新北市政府将三貂岭自行车道改名为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又将使用规则改为全面预约制。去年9月起，陆续向全国自行车单一总入口网、监察院反映及陈情。在等待回复的期间，就没有在社群上多提。如今该有的回复都已经收到，因此想用这个影片向大家说明这整个过程及我们的看法。说明了为何要做这影片后，我们先透过 Google 地图及现场照片影片来了解这隧道对单车族所代表的意义，以及为何我们会去申诉。基隆河上游的瑞芳是早年因矿业而发展的乡镇，区内猴硐、九份、金瓜石等聚落，如今都已经是享誉中外的景区。而位于曾经蕴藏着财富山峦的另一头，牡丹与双溪也是因矿业而发展的聚落。或许因为崇山的阻隔，牡丹、双溪并不是瑞芳、猴硐这边的繁荣，但依旧有着吸引旅人驻足的魅力。而筚路蓝缕的先民，早年就是利用如今我们所熟知的淡蓝古道往来两地。由一开始的淡蓝古道，随着历史演进，日治时期总督府为了连接西部与南洋平原，以及运送此区丰富的矿产，有了铁路宜兰线的辟建，而后又有1024道及侯牡公路加入，对于两地的往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台湾自行车运动兴起后，由于东北角丰富的人文与特殊的地理环境，自然也成为单车运动爱好者勤于造访的路线。政府也陆续将铁路宜兰线不再使用的旧草岭隧道、旧猴硐隧道群改建为自行车道，提供民众利用。2019年，新北市也将属于铁路纵贯线的五堵旧隧道改建为自行车道，并将基隆河沿岸的自行车道优化串联。基隆市也将辖内基隆河沿岸自行车道整建，因此每到假日就可以看见许多民众骑着单车悠游这些深具历史意义的自行车道。就如同前面提到，因瑞芳、双溪间有着绵延山峦，即便有1024道及侯牡公路可串联，但因为这两条公路路径陡峭，加上东北角因为地形气候特殊，山区道路经常湿滑，要以单车前往，仅限于体能较好及经验丰富的单车骑士，且也得避开下雨的日子。例如我们在一样是东北部的坪林山区，就曾因为路面湿滑而摔跤，也有认识的女车友在102不厌亭下坡时摔倒，牙齿断了好几根。而过往经验中，路面不当或湿滑给单车爱好者带来的伤害已经不计其数。因此，已经原本封闭的旧三貂岭隧道若能重新开启，可与上述提到的五堵旧隧道、瑞猴自行车道、旧草岭自行车道串联，形成一条可由台北沿着基隆河沿岸自行车道而行，穿越雪山山脉往来宜兰，就跟当年新建铁路宜兰线一样，不仅可以成为台北往来宜兰间的经典路径，也可以作为单车环岛车友在天候不佳时相对安全的路线。
因此旧三貂岭隧道可谓是北台湾自行车网枢纽中的枢纽。换个角度看，这条线上不管是基隆河自行车道、五堵旧隧道、瑞猴自行车道、旧草岭隧道，以及最近刚通行的暖暖自行车道，可以说是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宜兰县的大型接力工程，因此非常受到自行车族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2019年新北市政府决定动用经费加上体育署的补助，将民间倡议多年的旧三貂岭隧道改建为自行车道。我们这些自行车爱好者当然无不热烈支持。以下是当初新北市政府发布的新闻。这则新闻中让我最有感的莫过于新北工务局的这一段。会这么有感，就是因为瑞芳和双溪因地形阻隔的限制，三貂岭旧隧道开辟为自行车道，正是车友所殷切期盼的事。三貂岭旧隧道的改建开工后，我们因五堵旧隧道开放通行，且新北又沿着基隆河陆续兴建自行车道来串联，因此多次利用通行并前来这带。每次路过要爬附近陡到不行的龙路时，都会留意这个工程的进度，期盼能早日通行。而对这自行车道真的能有更多的了解，是2020年5月22日体育署举办最赞亮点自行车道遴选，我被邀请为担任专家委员之一。由于遴选的时，这自行车道工程已经延宕，尚未完工，因此仅能就体育署提供的书面资料评分。从当时资料上，官方的自行车道自我检核表对于车道路面是否平整都勾选有，且体育署的辅导团要求无障碍厕所地面应坚硬平整防滑，官方资料也都显示符合。另有关隧道栈道地面之设计镂空，体育署也有提醒施工时需注意间隙及纵轴方向，以防自行车卡轮于缝隙之间，以维护车友安全。另外在路面及安全设施都另有特别记载。而在自行车道计划简介中，当然也再次强调，有安全的路面，又有如此重要的连结功能，又有优美的景色，三貂岭自行车道自然获选为最亮点自行车道。分数评了，但毕竟它尚未完工，因此完工时我当然得就当时的评分项目一一做检视，才对得起担任专家委员的身份。因此当知道这自行车道有超过2公里是采用镂入的钢筋作为路面，且间隙达 2.4 公分，我真的吓坏了。第一时间就觉得这样的路面会让车友受伤，这问题非常的严重。后来在新北市政府推出令各界哗然的试营运初期只能用牵车通行的规定后，我应台湾乐活自行车协会、台大先进公共运输研究中心邀请，会同新北市政府的人员前往勘察。勘察后，除了将看法提供给2个单位转给新北市政府，也发表于脸书，提醒要前往的车友一定要注意安全。接着在2022年7月27日，台湾乐活自行车协会、台大先进公共运输研究中心再度找我去拜会新北市政府工务局，并由我进行简报。当时我提出的建议有2个，第一个是工程面，路面及设施改善，让自行车及游客，尤其是弱势族群，可以安全通行为基本目标。第二，管理面，正式营运时不能违背自行车道的基本需求，不应该采用预约制。我建议可以参考公路的管制做法，以分时分项或总量管制来降低人流、车流过多的压力。但除了少部分工程上明显瑕疵后来有改善外，营运规则则续采预约制，甚至还干脆将原本的三貂岭隧道自行车道改名为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
接着就是透过媒体强力的行销，吸引许多慕名而前来的徒步健走的游客。随着媒体强力推送，网红社群不断的分享，我曾经以一支3种不同角度的体验影片来呈现这工程的矛盾，再次提醒想去的车友要注意路面安全，更希望等热度稍降，能不再预约即可使用，反正都等那么久了，再多等几个月也无妨。而这期间，新北市政府也让非假日以总量管制来取代预约，只有在假日才需要预约来控制人数。这时，有一种不起眼的小动物开始被推上台面了。尘封35年的隧道上面还有不少蝙蝠，在会勘人员带领下，三貂岭旧隧道工程抢先曝光。施工人员忙着架设立柱，这隧道早期是台铁宜兰线支线，载煤载客，现在重启转型，要变成自行车道，发展观光。有早期报道工程的新闻影片，可以看到隧道中原本有成千上百的蝙蝠，再度开启受到干扰后，很自然的，它们就会转移到附近的建筑或废弃的矿坑。本来大家都认为，既然隧道要再度利用，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没想到，在2023年5月开始，有媒体开始访问这个自行车道的设计师吴宗勋先生。媒体的标题是“人来了，蝙蝠走了”。吴先生认为，隧道内人流要积极管制，才不至于干扰隧道内的蝙蝠。我不晓得设计师受访的报道是否代表新北市政府，但确定的是，媒体及网络发酵一段期间后，隧道中开始出现标语。管理单位也安排了2位保全在隧道中守着，更于2023年8月29起改为令人傻眼的全面预约制，也就是未经核可不得进入。而在正式开始改为全面预约制的前2天，也就是8月27日，网络上出现一篇作者为黄博生先生所写的逆风文章。由于非常有系统的分析并批评，因此在车友间迅速地传开。这篇文章虽然当时广为流传，但我思考到一个问题，毕竟它是发表于脸书，一旦时间久了，传过水无痕，车友真正的声音还是不会被听见。新北市政府及设计师倡言要重视生态，并不代表就有正当性。我们要看的是事实，因为唯有事实才能说服我们这是一条安全的自行车道，也唯有事实才能让我们认同这工程是两者能够兼顾的友善工程。由于他们这样的手法，就是事后讲述一个大家公认的生态作为框架，而在讲述的过程把脉络抽离，也就是刻意的忽略一开始是自行车道工程，来合理化设计，再透过媒体强推，使得没有注意到单车客需求的步行者，或是后来来尝鲜的单车客，也就是一般的步道使用者产生认同。后来的民众被这样的框架引导，会认为我们这些单车客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生态。隧道开放让单车通行已经是给予方便了，还一直找麻烦，根本就是万恶的迫害者。这现象在许多前往造访的民众与脸书的分享常常可以见到，甚至他们还认为单车根本就不应该进来这个隧道。我认为要对应这样的手法，最有效但也是最麻烦的方式，就是带着大家重走一次，然后在关键节点举出新北市政府前后矛盾之处，才能让整个脉络完整。所以我们动了向有关单位申诉的念头。为什么要申诉？我跟几位了解流程的朋友讨论后，大家一致认为去申诉成案的几率几乎没有，但我申诉的目的是要收集各单位的态度，透过申诉得到正式的回应，而不是由媒体片面得知新北市政府的态度。收集完后再有头有尾的重建脉络，让关心自行车发展的朋友清楚理解，才能作为未来的借鉴，以免重蹈覆辙。事后证明，不管是向全国自行车单一种入口网反映，还是向监察院陈情，结果都是转由维管单位回应，也就是最后都是转回由新北市政府来回应。
虽然对于这一种球员兼裁判的机制很不以为然，但套句2023年11月23日网络上有位施成怡小姐于一篇对3+0自行车道评论的文章所说，这笔经费是在国家政策思维下所编列的，有其最初全观的考量与布局，甚至背后可能是多少人努力奔走请命去促成的，但谁来监督它有没有走偏呢？我知道我们无力改变什么，但至少可以将过程完整记录，让车友自行评断。不过这边要先说声抱歉，由于当时基于有牵涉隐私，向监察院申诉时选择内容要保密，因此收到的回应是密集公文，内容就不便在此分享。但因为也是由新北市政府回复，因此内容大家可以自行推测。以下就是我及车友去向新北市公务局、体育署以及全国自行车总入口网申诉概要及官方的回应。详细内容连结我会公布于在影片说明栏，这边仅做申诉的摘要及对新北市政府体育署回复的看法。大家若有需要，也可以将画面暂停，就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内容。我于2023年9月1号开始向全国自行车单一总入口网的骑士回响的意见回馈这边开始来做意见反映。这是我的反映内容，有点长，网友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把画面暂停，就可以看到完整的内容。在9月23号收到新北市政府交通局的回复，那他回复的内容重点我以红线这边画起来了。那由于那个交通局的回应真的不是很令人满意，因此我再次向全国自行车单一总入口网再度的反映。那反映的主要的内容就是新北市交通局提到铺面坚实平顺、径宽及坡度亦合乎相关的规定，这个与现实差异太大了，也要求体育署要有所反映。这时呢，交通部就转给这个体育署。在10月23号收到教育部体育署的来信，体育署的回复内容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网友可以暂停画面观看。那体育署还特别提到，因该自行车道场地之兴建及后续之营运管理系属新北市政府自治权责，等于又把责任推回到新北市政府这边。另外呢，同时呢，我们也向这个监察院来做澄清。那这是后来收到监察院还有新北市政府的回应。另外，这是车友他有向教育部体育署来做陈情反映。那这个画红线的就是有关于他的那个反映的重点。教育部体育署呢有转给新北市政府，那由新北市政府行政工程处来回应这个车友的这个申诉与陈情哦。那红线的部分就是重点。那这边有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他说本工程非属典型自行车道。那这个部分我在下一个章节再跟大家说说我的看法。另外，这是车友2022年向全国自行车单一总入口网的反应，也是由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处来回应。红线的部分是新建工程处在这个回应中说，铺面的钢筋间隙约留 2.4 公分，是小于一般自行车的胎宽，大家也一并做个参考。好，以上就是我们跟车友向体育署、新北市政府、监察院反映申诉的这个内容请车友们参考。以时间线重建的脉络，又看过我们反映申诉的内容，以及官方的回应及其态度后，我以路面安全、营运管理以及选择性生态3个面向来分享我对这自行车道及官方回应的看法。由于以前参加过许多场自行车道审查，有许多次有身障团体的委员参加，听取过他们的需求，我认为检验无障碍设施是最容易看出主办单位是否真心友善使用者。如果自行车道的无障碍设施做得够好，对于一般骑行者的安全通常就不会有太大问题了。我们来看2022年7月与台湾乐活自行车协会台大先进公共运输研究中心前往勘察时，我所拍的这段。
三貂岭隧道牡丹端休憩站无障碍厕所的影片。看起来是有做无障碍厕所，但我们将影片倒转再看一次，而且是请您以残障人士的角度，请注意路面的间隙。你觉得这样的间隙，身障手摇车的轮胎真的能够走到厕所吗？但是勘察后，我们有举出这样的严重疏失，这是后来再拍的照片，看起来是有做补强，但主路面依旧是大间隙的钢筋。我们再来看设计师对于这个补强在脸书上的说法，不会吧？这哪是评估，这哪是优化？你们是工程专家，没有坐过轮椅上路，也应该看过轮椅，怎么会说是出于评估民众意见才去做这样的补强？这不是一开始就应该做好的吗？再来看看同日在三貂岭端的牵引道，由于我看到许多超离谱的间隙，因此在设计师、新北市政府官员的面前，将 U-Bike 的前轮直接放进间隙，让他们知道这样的设计，别说对身障人士，对单车客也绝对不安全。这是最近路过再仔细看，已经有焊上新的钢筋的痕迹，代表他们知道这会出问题。在反应及申诉期间，我特地将单车的前轮换上 700×23C， 后轮换上 700×25C 两种一般常见的公路车轮胎前往测试。这些就是从自行车道三貂岭端的牵引道到隧道内到牡丹端隧道外的路面所拍摄的照片，也就是距离将 U-Bike 前轮直接放进间隙1年多之后。如果 U-Bike 前轮直接放进的间隙他们觉得不妥，已经加强了，那面对整个自行车道还有千百个这样的陷阱，他们不愿意面对问题去解决，难道就只能利用全预约制来让骑单车前往的人变少，来解决会提出问题的人吗？为了深入探讨这隧道的安全，我在2013年12月7号、2014年1月11号约了几位车友，以前面所说的路网为轴线，将沿途的五堵旧隧道、猴硐隧道群、三貂岭隧道、旧草岭隧道串联起来骑一次，来做一些有关安全上的细节比较。我们来听听那天车友 Pocky 的说法。他曾经带领外国车友骑经三貂岭隧道时，车友因钢筋路面湿滑而摔车的情况，以及他的判断车友为何会摔车。Pocky， 你上次有跟我讲说你曾经带车友骑这边，对，然后他在这边摔车，他是怎么摔的？大概就是前面那个应该是第二根绳子那边，是，因为我们要停下来上厕所嘛，因为我们是团队停下来上厕所，然后我先到前面一点，我停了之后，他看我停，对，所以他看我停，所以他的车子其实是有点往旁边斜，是，对，他就是他要停的时候，他就跟着我往旁边，对，然后他一拉后刹，对，他前轮先晃，对，然后他抓不稳，对，就整个摔下去，就摔下去了。对，因为那天又有下雨，所以钢筋其实是湿滑的。OK， 对，所以那个平常这个车子一刹，它上面湿滑，其实我们就会感觉它其实是会往旁边打滑，因为它会撇嘛，对，会跟着它会跟着那个纹路走。纹路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纹路的，所以它轮子会跟着纹路走。对，它一走它就滑下去了。是，对，它没有抓，它如果没有直的，对，直的可能会有直滑，可是它没有，它顺着这个走，它就整个滑下去。OK， 所以它就摔下来了。对，确实有可能。下雨天因为路是比较湿滑，对，比较湿滑，所以它而且它又斜着跟着纹路一走。对，不可能，有的人骑车有时候本来就会有点斜了，是，对，它就会滑下去了。而且这样摔，因为钢筋路面那个接触的面积比较窄，所以那个膝盖受力也比较大。OK， 所以那张照片就很明显就是这样受伤了。所以我们一摔，那个里面的工作人员就很紧张，就赶快跑出来了。是，对，就问我们说有没有很严重，要不要帮忙？是。那就你所知，这边受伤的人多吗？不少。其实我带2个新加坡团，两次经过，其实都有摔啊，真的。对，只是第二次那次
比较轻微，还好。对。啊，他第二次怎么摔的？第二次是爱玩啊，对，其实他就是有点在玩啦，但是就是可能就是像骑到这个缝隙，是，对，太大了。那因为他们是公路车的胎 ，OK， 所以他就夹住，他有点往前要摔出去。对，就是我们刚刚试的那种样子嘛，对，像这样的缝。对，像这样的缝。那他其实就是人往前摔，但是他技术比较，他用跳的，他跳出去啊，车子就摔在这边。是 ，OK， 懂。听完 Poki 的现身说法，我认为不愿意面对路面材质对安全的重要性，绝对是三貂岭自行车道灾难的开始。为何我会这么说？因为经常骑车人都很清楚，单车唯一跟地面接触的是轮胎。通常排水较好的轮胎会有明显的排水槽，例如我的旅行车。而公路车为了降低摩擦力，有一些会采用光头胎。我们好天气时遇到路面有格栅板，通常不会太在意，因为摩擦力够。但若下雨，就会特别小心。分析 Poki 兄提到新加坡车友要停车却忽然摔车，主要原因很可能就是因为三貂岭自行车道采用钢筋为路面，但竹节钢筋上面凸起的纹路是单斜向，是为了增加水泥的裹握力，不是作为铺面用途。而且这些钢筋的排列大部分都是斜同一边。当下雨时，表面摩擦力降低，刹车时凸起的斜纹会产生斜侧向的分力。由于单车重心高，很容易失去平衡而摔车。我们来看两个可以对照的实例。第一个是在台湾自行车道常见的格栅板。先不说这样的格栅板是否经得起长时间磨损，表面会变得摩擦力不足，但至少它的沟槽采交叉对称，多少可以避免轮胎打滑。第二个可以对照的实例，我们经由媒体报道看到设计师说是特地飞到西班牙去考察后，决定参考并采用钢筋作为铺面。但若仔细看该案例，这是网络上找到的细节照片，人家钢筋是不特定的交叉排列，而并非像三貂岭隧道的钢筋铺面采用斜同一边的排列方式。我不晓得设计师及新北市政府的工程专家们是否会留意到这样的细节，但我会，因为身为一个单车爱好者，我最在乎的且最优先的就是路面安全，因为我们都摔过。另外，我们也对4个隧道做隧道灯光比较，观察隧道边线，丈量隧道宽度，路面材质比较。三貂岭隧道在设计上对车友安全的影响，除了我们前面一再提到的钢筋路面外，照明也是很大的重点。我们比较4个隧道，三貂岭隧道除了灯光特别昏暗外，又因钢筋粗糙表面不反光，单车的灯光照地效果有限，而且这里的边栏并不是在路面的最外侧，也非常不明显。当路面与边栏无法分辨，空间感差，骑行者的平衡感自然受到影响。再加上昏暗的隧道中不时有行人出现，甚至突然转向，非常容易造成事故。这可不是骑起来舒不舒服的问题，而是因设计造成不同使用者的冲突，危及安全的问题。如果当初设计时有考虑到安全，先不用说加强照明，至少在边栏加上反光片就可以提升可视性。在工程上能直接处理不做，却只是在官网上写着建议着反光衣物，园区欲提供反光背心，可提供游客穿戴。我去过那么多次，就是没有看过有游客会穿。反而车友若为了安全开启较强的灯光，还会被管理人员制止，说会影响蝙蝠生态。如果你看过当初隧道内施工时有那么多的强光的照片，你就知道这有多荒谬了。我们来对照另外3个隧道的路宽。三貂岭宽度很小，实测可行的宽度也不是 DM 上的300公分。如果当初设计时路面像其他隧道一样极大化，或许会好一些。但若少了基于安全考量而不是景观考量的灯光设计，再宽的路面仍然无法让人可以安全骑行。所以我认为足够的路宽与适当的照明是相辅相成。
从自行车道系统规划设计参考手册中的自行车道基础设施规划原则，安全是显而易见的基础。而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处的这个所谓非典型自行车道采用钢筋路面，我认为违反了这个基础。一，因为会有卡轮的大间隙；二，有会让人摔车的钢筋排列方式。我就想问新北市政府交通局，隧道口的解说牌上写着这里适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中说轮胎胎纹深度不符规定要开罚，那这种可能会害人摔倒的钢筋路面，你们还在回复中背书，为了用路人安全，不是更应该要检讨改正吗？这样的间隙必定会让轮胎较窄的轮椅、身障手摇车卡轮，而且已经有案例。把两者合并来看，官方的预约网页中有轮椅身障者要勾选，再由我与身障手摇车车友讨论中得知，身障者若要通行，管理单位会要求要陪同。这无非就是怕万一身障者卡轮甚至受伤，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所以用冰山理论来看，光是我认识的车友所亲自遇到，以及网络上有很多人反映在此受伤，若现场的管理人员有记录，也一定可以证实这个推断。因此看起来是为了保护蝙蝠生态而做的全面预约，我认为实际上他们最怕的是现场失控，这样就无法掩饰设计失当所带来的问题。我们在官网中看到看似为了保障游客安全，写了一大堆规则与提醒，毕竟是全预约，要申请之前得按下接受，这样可以代表市府已经尽到告知义务，不会有漏网之鱼。没仔细看那是你的问题。退一步看，至少未来若有人受伤，市府可以撇清责任。但这其实根本不可能，因为申请时会去按接受的是申请人，也就是领队，其余参加者根本不会来看。所以若真的怕出事，要不要在规则中加一条领队要负告知团员的责任，不然就是在入口放切结书，要签切结才可以入内。为了怕出事搞全面预约，说是为了有良好的体验，故两位保全全天在隧道中守着幸存的蝙蝠，说是为了生态保育。我相信他们凹越久，反扑的力量会越大。我觉得这是台湾自行车道建设利用幸存者偏差来硬凹的最严重案例。因为对自行车爱好者而言，一会为了安全不愿前来或不敢前来；二，管理规则让以通道为目的的车友觉得麻烦而改道。而对蝙蝠而言也是，因为施工期间他们为了安全，绝大部分都已经迁居。我看到新北市政府以保护幸存之蝙蝠为由，来作为不友善单车设计的借口，并以媒体大量推广来成为生态维护者自居。我认为新北市政府是刻意这样做。为什么我说这最适合以幸存者偏差来解释？因为再来许多政府有关自行车道案件，三貂岭隧道得那么多奖，一定会被拿来作为效仿的案例。当缺乏客观评价，哪会有真正适合骑行的自行车道？没有严谨的生态调查，每条自行车道都可以冠上生态，没有安全的路面都可以叫做自行车道。再多的自行车道经费，只是让问题更严重。因此，甚至可以预见以后不只会有更多蚊子车道，甚至还会有蝙蝠车道。那为什么车友会有那么大的反弹？只是因为路面缝隙，现场有服务人员多加宣导不就好了？我认为新北市政府与设计师最大的问题是一直聚焦于如何把隧道弄得与众不同，彰显设计才华，凸显政绩，才会一直出现鸡同鸭讲的现象。我认为他们一开始没有意识到这隧道对于北台湾单车族以及常年协助政府推动单车运动的民间组织所代表的意义，或根本从未考虑。虽然串联两地的目的在起点旅游的新闻稿简报都有名列，但殊不知其他自行车道大多旁边有替代公路。例如就在附近同为旧宜兰县铁道改建的瑞猴自行车道旁边就有北37，因此
即便之前猴硐站附近因严重坍塌，造成自行车道有很长的时间没办法通行，车友们不会觉得不便，但三貂岭可就大不同。它的地位等同于五堵旧隧道，还有福隆的旧草岭隧道，甚至更重要。因为若五堵旧隧道没有打通，想往来台北基隆就得走台五或台五甲，不仅要爬坡，还得跟货柜车共道。而若旧草岭隧道无法通行，车友往来福隆时程就得多绕三貂角那一大圈。因此这样的营运模式，当没有预约或不知道要预约，不知道自行车道竟然会有周一公休的车友，不得其门而入时，就得回头去走这自行车道工程原本要取代的北37及102两条陡峭的路线。对经费而言，连通两地的目的等于没有做到，由1亿7暴增到3亿，得到的效益趋近为零。面对如此没有远见的官僚，关心自行车发展的人怎么会不反弹？我一直认为，拿生态来讲，三貂岭隧道工程是新北市政府在混淆视听。因为看到设计师在受访时表示，一次是说里面有上百只蝙蝠，一次又说，可是我们施工期间所的呵护下，蝙蝠都至少都50只以上。那现在的人为干扰比当时我们施工期间还严重。我觉得如果是有经过严谨的生态调查，这些数字不是应该要有依据。我们透过媒体报道可以看到，一开始的确有漫天飞舞的蝙蝠，合理的推判，这里面至少有几百只甚至上千只蝙蝠，一点都不夸张。但从官方发布的影片及其他 YouTuber 发布的采访影片，施工期间隧道内照明的强光、排风机运作、机械运作下，就是看不到蝙蝠了。因此不管怎么看，真的赶走蝙蝠的是他们才对吧？另外，公视我们的岛为了三貂岭隧道有采访了专家许昭龙先生，影片中他是这样说：比较可惜的地方就是说，在这个三貂岭这地方没有事先的调查，没有工程进行的调查，也没有事后的研究追踪，所以我们不知道。且如果你有关心蝙蝠生态，就会发现如影片另外提到，隧道内栈道是逐渐垫高，因此有压迫感。连人类的我第一次去就有这个感觉了，更何况蝙蝠。所以当他们感受到其他生命体靠近产生压迫感，怎么会不离开？这不就代表原始设计根本没有考虑到蝙蝠的习性？我们再来看当初这个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处的公开简报，我们一页页快速的看。看完你有没有发现，如果蝙蝠生态如设计师说的这样的呵护，而且是重中之重的重点，为何这么多页就没有出现过蝙蝠的字眼？一直到最末页，结论就是隧道要呈现的重点是工业风及岁月痕迹，不是吗？所以我们来看完工后的名称：三貂岭隧道自行车道。不看有问题的路面及灯光，至少可以呈现简报的理念。但改名为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与简报内容搭不上，而且这样的名称很明显的会被误以为是步道。再加上新北透过媒体强力推送后，来徒步走路的游客过多，再透过媒体拿蝙蝠来做文章，结果就是改成全预约制，直接被排挤的就是打算利用这隧道往来瑞芳双溪的车友。接着我们可以由这个2022年第22届公共工程金质奖推荐表的内容发现，写着本案受中央政府补助比例未逾工程建造经费 50%， 无需办理生态检核。好极了，无需办理生态检核的工程，新北市政府竟然还可以大喇喇地由三貂岭隧道自行车道改名为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这时再来看新建工程处给车友的回复，我都不知道要怎样回应了。所以请别在文字上来混淆，利用媒体优势来去脉络。你们是人民托付的机关，是工程专业，自行车道路面设计只有安全或不安全，不会有所谓的典型或非典型的选项。
这工程不可讳言，它得了许多奖项，尤其是国外的奖项。虽然能获得这么多，值得敬佩，但以我担任体育署专家委员的经验，就像当初的文件语焉不详，我甚至会怀疑国外的评审不清楚这是自行车道工程，或只是轻轻地被带到。而且新北市政府大力宣传下，以国外月亮比较圆的心态来满足国人，大家就在不知不觉中，一大笔要创造自行车友善环境的经费，就在得奖的光环下被滥用。若这自行车道真的红到国外，而且新北市政府有在乎，都已经通行1年多了，既然要申请才能进入，直到我做这影片的这时候，为何申请网站到现在却连个英文版都没有？如果真的有外国人想前往，他要如何申请？其实一条自行车道得再多的奖项，也抵不过真人测试。1年多来，因为你们不懂路面和单车人的关系，又缺乏车道专业素养，只为了你们眼中的所谓生态，结果倒霉的是车友的膝盖。所谓生态友善，根本是自行车的灾难。为了讨好民众，弄个积水让人打卡，不想拍照的人为了怕弄脏鞋子，得打赤脚，小心翼翼地绕着走。人家到你那里脱鞋子部落脱下鞋子，是表示对土地、文化和主人的尊重，但人们在这里脱下鞋子是怕弄脏鞋子，实在是高度的反差。前年三貂岭自行车道即将通车前夕，我看到竟然自行车道采用这样大间隙的钢筋路面时，我恰好被 tag 到该自行车道设计师的脸书。后来看到设计书另一段贴文说不反对骑车的看法，又看到试营运后改名，我感觉我要进行的是一个长期的抗战，因此才有一系列的图文影的发表。我想呼吁热爱这块土地的车友，不要被管理规则所阻挡，反而更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积极的去申请，积极的去利用。当然看过前面的分析，你应该知道如何做好安全上的准备。我们来透过实际骑法去看懂官商媒之间的生态。我们不是被拿来摆拍的蝙蝠，我们懂得行动，更懂得发出声音，让更多人知道三貂岭隧道100年前就是被赋予连接两地的使命，而如今众人的努力是要让它成为所有人的自行车道，不应该被改造为官员们想象中的景观园。就像在隧道不远的圆山子分红道，当初开凿的目标就是分红，你若把它以蓄洪来设计，带来的必定会是作茧自缚的灾难。来到三貂岭，看着火车奔驰于宜兰县，这样的景象本来应该令人很心动，但这时我们一点也快乐不起来，因为原本寄望于自行车道完工，可以让体力经验相对较低的车友不用望着陡峭的102道路及侯牡公路兴叹，也可以让环岛车友在天候不佳时有条相对平缓安全的道路可以骑行。这样子的想法完全落空。更令我们不解的是，一条由五堵旧隧道、猴硐隧道群、旧草岭隧道以及多条自行车道，由各单位历经多年接力兴建，而即将成型的国家级自行车路网，就如此因违背工程目的的做法而功亏一篑。对于主事者毫无远见，我们真的非常愤怒。因此我们决定发起约骑，让车友透过实际体验，看看新北市政府是如何糟蹋这个所谓友善自行车道工程。我们一起去看看，也为自己发出声音吧。
你们